啊，不行。你摸这谁不得？我乱没给你搞了，我干乱赚钱的。你不敲门叫好不好？我爱敲门叫，今天。你依我走，你就要依我的。手板子是原来3个的。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刚刚是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。木匠师傅在这里锯这个模板的时候，我舅舅和他发生了争吵。刚刚我们吃中饭的时候找不到舅舅了，可能一气之下，现在不知道去哪里。反正他特别的生气，他说买过来的模板整块的，很新，从中间给他切割了，很可惜。他的意思就是让木匠师傅不要去切割。木匠师傅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请我来，让我来做这些事情，那就按照我的意思来做。这样的木板肯定要切割，因为我们在装这个边模的时候，需要用到这样的尺寸。如果整块板子不切割的话，是没办法工作的。他就说，有些旧板子你们捡着用就行了，不要切割这些新的。反正意思就是说，他很心痛这个钱。那刚刚他们发生了争吵，毕竟年纪都比我大很多，我也不好去给他们劝解。所以说现在也是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无法调和。木匠师傅做工也不开心，我舅舅呢也不开心，他就觉得可能这样的板子太好，给他切割出来太可惜了，浪费他的钱。但是他又没有过多的一些旧板子给我们去使用。我们给他解释说，这样的板子就算你再宽，我们在装这个模板的时候都必须要切割，如果不切割的话，确实没办法做事情。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当时他们是怎么争吵的。你搞你个人搞，我出钱我心疼，我跟你讲。你心疼，我更加心疼，我就要钱。要钱出啊！看搞活他们看不看？可以对吗？可以对我就敢搞。你个饺子的不行。啊，你叫信你，他们同意搞我就。我把这样子咱要的人老虎的好，开不管的，你开。老虎开了不管咱。哎，那我给你们过来活。啊。他不准给了，我就不给了。我不喝的，你们就要喝。这个本质上也喝不得。那我就不晓得了。没得人他们喝。啊。我就是讲，他们不要喝。俺我。上微博上人家叫人家个别个的支付你多啊。啊，这个没出了，给他可以装了，为了拿不来马上可以装了，马上为边牧要离，边牧的要离了，边牧要离，公平。危机相关要离了。哪里在？你到底在那弄关了？我到底叫空调哪里在呀？到底叫快呀？还叫人回去你们那不舒服了，我叫我们搞了。给了，边牧把小块要了，把小还要给，还要给。给了，边牧买的还要给800块的了。这我那就把这连这脚框这里要后了。那上不他们都这在这个那里才本多嘞。当然也没有谁留了掏不起了嘛。不离都跑嘞。那啊，就那不留那。那管子输了，你晓得吧？这个老板多。还要给几块，我把你讲，你没计较。老板那老板多，那老板跟那老板那不要干吗？这老板还是不一样，不一样的。他家见不得，人家那个小老板不要小气。我们不能不了解那个，我们经常不要出入嘛，所以。对不对？他干嘛？还搞的。我得欠钱呗。好。我们这个就干都就啊。我那就老他们很重啊。
这样的模板从城里面刚刚买过来的，40块钱一张，将近不到1米的宽度，应该是80公分左右。我就是说你整块的给它安装上去，其实这样子是不行的，因为整个边膜大概我们只需要5到60公分，切开的话是刚刚好使用。当然我们在中间垫起来的那部分必须要大板子，但是边沿的模板就必须要切割。现在啊，我确实也不好说了，木匠师傅是我叫过来的，现在他都坐在那边也不切了，他说切了也被骂，因为叫他过来也不按照他的意思去做，做工也不好做，到时候又说我们做工可能比较慢，是不是啊？耽误了施工的进度。现在我舅舅也不在这边，那后面呢，木匠师傅不切割了，又让了另外一个师傅去切割这个板子，看待会儿找个什么合适的情况给他们调节一下，行不行？行不行？帮舅舅家改造这栋房子是我叫的师傅，然后我主要的工作就是帮师傅他们煮饭，然后我们的工资是按着每天200块钱一天的这样子去算的，不是包工包料。我们之前给这个湖北大哥做的时候，我们是200多块钱一天，因为所有吃饭的是我来出。这栋房子呢，就他们自己买菜，我只是帮他们来做而已。然后木匠师傅呢，也是由他们发工资。所以如果是不切割，不按照我们的师傅的方案去做的话，可能施工的进度就会慢掉了许多，这样子呢就会给他主人家，也就是我舅舅他们家的工呢造成一定的就是浪费。其实他是上了80岁的年纪，很多东西他不太懂，他就想着尽量能节约就节约。老人家呢就是这样子，年纪大了他就觉得好多地方不需要去浪费，但是有些情况下是必须要这样子做的，也没有办法。确实现在是不知道怎么说了。像现在上面铺的就是整块的模板，这个呢就不需要切割了，但是像这个边缘的位置必须要切割才能够去装模的，要不然确实没办法。刚刚啊他们争吵的位置就是大门口上面的这根圈梁，因为这边要打个40公分的这个圈梁，然后用到的模板呢将近是50多接近60公分左右的宽度。师傅的意思呢就是直接用新模板来切割，然后这些旧模板呢以后把它再切割小一点，作为这个出檐的边膜。如果你用这个旧板子来装的话，后面又要切割新板子来装，其实都需要切割的。所以说沟通的时候可能双方面呢一下子没考虑到位，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。现在整个这边的模板，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旧模板给它支起来了，然后这边呢出檐的位置是到这块出檐将近是60公分左右，这边呢要一直延伸出来，上面的板子呢要盖过这个砖墙。你搞咋还没进去啊？搞单独说嘛。我的舅母在这边看，他也没什么说的，反正就这样子呗。现在舅舅也出去了，没在这边，所以说很多事情老人家呢，想的可能他想这样子做，但是我们按照我们的经验，可能又是另外一种做法。其实我们共同的一个目的，也就是希望帮他把这栋房子给改造好，花最少的钱，然后把房子给改造好，改造成为一个理想居住的一个环境。舅舅和舅母为了40只鸭子，每天呢要喂这样子1桶的玉米。60啊？哦，鸡鸭有67个，每天都要跑到那边去喂。舅母呢腿脚不太方便，
所以每次呢还要拄个拐杖。年纪大了，老人呢叫他们不去干这些，又舍不得，又闲不下来。还有小猫小狗，小狗呢都喂了好几条，小猫呢差不多喂了七八只。没你闲惯了哦。是不是啊？的，你的跟要得吗？这边的模板基本上已经装好了，外面出烟的位置也装好了。现在整栋房子从外面看就像一栋砖房一样的了。师傅他们做工上下都是靠这个木梯爬上去。别看这个出烟的位置没有多少，但是所用到的模板还有支撑的钢管还是挺多的。钢管不够了，我们又把它之前盖屋子的那个领子拿起来用，也是作为支撑。这边是靠到厨房的位置，也都把它模板支起来了。明天早上过来就可以绑架钢筋了。老人家上了年纪，一辈子非常的节省，花点钱是舍不得的。看着我们每天这么多人在这边做工，然后开销这么大，锯掉一些模板，他非常的心痛。整个下午我舅舅一直都没有再见面了。现在怎么去调和，真的也是一个为难的事情。看看明天吧，看明天能不能想得通。那这期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我也想问视频前的朋友们，夹在中间怎么去做比较好呢？欢迎大家给我出主意，在视频的下方评论留言。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了，拜拜。